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有很多学佛之人，平时总会在心里问这么一句话：佛菩萨到底在不在？如果在的话，为什么我看不见？还有的人会说，既然佛菩萨无处不在，如果要我相信佛教，就让我看见佛菩萨，让佛菩萨出现在我眼前，我就会相信不疑。这些几乎已成为了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的想法。但是如果因为没见过而不承认实际情况，这就不合理了。世界这么大，你没有见过的事物一定还有很多，难道就因此不承认其存在吗？比如你没出过国，就不承认世界上有其他国家吗？这显然不合理。所以我们首先要搞清楚，为什么自己看不见佛菩萨，看不见的原因是什么。今天小编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问题。我们先从一个珞珈山的故事说起。一说到珞珈山，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观世音菩萨，那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。但事实上，古时的珞珈山一共有3处，西域有宝陀珞珈山，中国有普陀珞珈山，在新罗也有个海觉珞珈山。在唐朝的时候，新罗有位名叫义香的高僧，他不远千里来到中国留学。回去时听闻观音菩萨曾在海觉现身，他便斋成了7天，乘小船入海去求见菩萨的真容。由于他修行已有了一定成就，当时有天龙八部的侍从引导义香法师进入觉山中参礼大事。这是非常奇特的场景，一般人在这种一望无际的大海，不要说是一艘小船，就是万吨轮都可能迷路，甚至还会遇到风浪，出现种种危险。因为海中其实是有很多妖魔罗刹的，有些区域人类是不能去的，去了就会翻船，再大的船也是一样，会直接沉底。那些都是妖魔在起作用，只是人类无法看到，或者看到了也都死了。像这样毫无方向，如果只是凭着一腔热血赶赴一望无际的大海，若无神助，必然出事。义香法师顺利地到达他想要去的地方，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境地，人间看不到。但是他到了那里却没有看到观音菩萨，只是突然看见空中现出一串水晶念珠，一个意念告诉他这是赐给他的。义香法师领受顶礼，礼貌而退。这时候东海龙王也突然现身，先给义香法师如意宝珠1颗。义香法师非常感恩，接受了龙王的献供。作为一个修行人，如果你真的修得很好，心很赤诚，天地善神都会自发护持和礼遇。因为有了这些鼓励，义香法师更竭诚斋戒，精进了7日。他是真心想要去求见观世音菩萨，所以当菩萨没有给他见到时，他很清楚是自身修行还不够，功德福报还不够，因缘还不够。于是他就这样努力清净地修持7天。而他这个7天和我们一般学佛人修行7天是完全不同的。一般人的修行只是一天24小时中抽一些时间做做修行功课而已，不仅身心是不清净的，还会东想西想，说说这个聊聊那个，而且做功课的深入度也是很表浅的。而义香法师不同，他的7天修行深入而清净，专心而坚定，因此就会非常不一样。他这7天的修行功德，很多人修70年可能也修不出来。他真心的想见一见观世音菩萨的真容，结果7天斋戒一满，他立即看到了观世音菩萨。不仅见到了，菩萨还对他说，在此山顶上有双主涌出，那地方可以建立佛殿。原来菩萨无处不在，他不远千里的横渡大海去见观世音菩萨，所到之处虽然是佛菩萨展现的境地，其实是和人间的某处地方重叠的，只是人类在3维空间中，而佛菩萨是在很高的维度空间里，一般人进不去，见不到。当观世音菩萨收了境地的空间之门，义香法师就直接站在人类世界的土地上。他依照观世音菩萨的话向山上寻觅，果然看见有2颗青竹，于是便在那里建立殿堂，塑造圣像。而这2颗青竹之后突然也不见了。义香法师因此取名这个地方就叫珞珈山，寺名就叫珞山寺。他把菩萨所赐的水晶念珠及龙王所赠的宝珠
安镇在寺庙圣殿之上，随后就离开了。这座寺庙与众不同的不是建在深山，而是建在滨海地区。该寺于1467年重建，目前寺内仍保留着7层石塔及拱形石门、红霞门等，虽历尽风霜，仍完好无损。在一香法师离开后不久，元晓法师也种机而来，欲求瞻礼观世音菩萨真容。他来到寺庙的南郊，在附近的水田之中，见有一个穿白衣的女人在那里忆道，但刹那之间便不见了。之后他又走到了一座桥上，看见桥下有一白衣女子在河边洗污秽衣物。元晓法师正疑闷间，那白衣女子啄了一盆秽水献给他吃。元晓法师看着这污秽的水，感觉无法下咽，也不顾白衣女子是以供奉之姿给他这水，而把秽水丢弃到河里，自己跑到河里舀净水吃。此时突然听闻松树上有一只青鸟叫道：“醍醐不饮，吃秽水的和尚。”元晓回身发现刚才那个白衣女子不见了，刚才一眼瞥见的树上青鸟也没了，但见这棵松树下面遗留一只拖鞋。元晓之前去到洛山寺内，曾经见观音菩萨座下也有一只拖鞋，如今一看，与松树下所见正是一双，心知刚才的一人一鸟是菩萨现身无疑。从此那一棵松树便被呼为观音松。后来元晓又想到圣觉中去瞻礼观世音菩萨，可是因为风浪太大不得入而退回。可见能不能见到菩萨，不是你到某个灵山就可以的，还是要看自心。一香法师对修行、对佛菩萨的信心具足，且非常精进，对佛菩萨及周遭龙天护法极为重视和礼敬，自然获得了佛菩萨的加持和赞许，最后得以见到真身。而元晓法师虽然到了地点，佛菩萨也给了他机会，可是他心中有分别心，且不懂得礼敬众生，被世间外相所绑，因此不仅失去了一次获得佛菩萨加持的机会，且在日后的修行中都成了身心的一种障碍延续。还有一位觉山祖师名叫范日者，他在太和年间到了中国明州的开国寺，当时他看见有一个少了左耳的沙弥在众多大和尚的后面。这位少了左耳的沙弥听说范日法师是从新罗来的，于是便来和他交谈说，我们是同乡人，我家住在明州界衣领县德岐坊，大师如果他日回到本国时，请到我家受供。这之后范日便由各地丛林，于会昌7年方回到新罗，先创觉山寺，而后大弘法化。大中12年2月15夜，范日法师梦见以前所见的沙弥来到他的窗下，对他说，过去在明州开国寺中与师有约，为何不来呢？范日法师醒后立即带了弟子去到衣领境内寻访沙弥所住的地方，但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。突然见到有一个妇人走过来，于是忙上前询问少了左耳的沙弥住在哪一家。那妇人说，我们这里并无此人，倒是常听我那8岁的儿子说，他常常到村南石头桥边去玩，说有一个金色童子陪他玩耍，此事一直未曾证实。范日法师听后觉得颇为蹊跷，于是请这位妇人的儿子带路去看。到了村南桥旁，不见金色童子在那里，范日法师寻到桥下细查，突然见水中有一尊石佛，捞出水来一看，与所见的沙弥相貌一样，更神奇的是他的左耳也是没有的。于是范日法师将这尊石像抬回寺中，在洛山上建一座佛殿，以安奉其像。100年后，有一次大火烧山，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毁，唯独这个供奉石像的宝殿安然无恙。听完以上这几个故事，对于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佛菩萨，如果有，为什么会看不到这样的问题，答案也就浮出了水面。之所以我们大部分人都看不到佛菩萨，主要可分为5个原因。1. 业障太重，感应系统就会被障碍住，别说看不见佛菩萨，就连别人的好意都未必能感受到，业障一重，诸多窍脉都会堵塞。2. 福报太浅，报不够的人很难修行，就算接触了佛法，少少念诵了几遍经文，也不能长久。这样的人别说亲眼看见佛菩萨，就连生活中的顺遂如意都很难见到。
3. 信心不足，对佛菩萨的信仰一时有，一时无，稍稍一点点不顺，他就心中疑惑顿生。但凡没有善知识引导，就立即辩解，转而去做世俗贪求的事情。这样的人看不见佛菩萨，就算看见了，也不会认出来。4. 修为不够，我们人是活在3维空间的，你要突破3维空间，去看到更高维度的事物，就要让自己拥有突破维度的能力，而这个能力就是你的修为。5. 缘分不深，过去很长时间都没有与佛菩萨种下深厚因缘，也没有种下过很好的修行因缘，因此见不到佛菩萨是自然的事情，因为无缘不相聚，无缘不相见。但无论是以上什么原因，每个人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在这一生就能亲眼见到佛菩萨。只要你能够通过精进修行，断恶修善，大量的消业增福，增进对佛菩萨的信心，提升自己的修为，加深与佛菩萨的缘分，自然会在功德福报具足的时候让你如愿。想看看佛菩萨真身吗？那就继续努力修行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